好的，咱们今天就来详细说说耶稣最后的那段时刻。故事的地点就在一个叫做都楼地的地方。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耶稣被定了罪，然后被带出城门，去承受那最后的苦难。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咱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3章12节，经上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你看，要理解这句话，得知道当时的律法。按照旧约律法，用来献赎罪祭的祭牲，他的身体都要被带到营外去烧掉，这代表着罪被挪走了。同样的，所有不洁净的东西也都要弄到城外去。所以耶稣他为了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亲自成了那最终的赎罪祭，也就必须在圣城耶路撒冷之外受苦。他在一个处决罪犯和杀人犯的地方死去，这就完全应验了加拉太书第3章13节的话，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耶稣就这么从比拉多的衙门里出来了，那个本来是给强盗巴拉巴预备的十字架，现在就压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的背上满是被鞭子抽打出来的伤口，鲜血直流。你想想，他已经整整1夜没合眼了，没吃东西也没喝水，经受了巨大的折磨。先是在克西马尼园里跟黑暗的权势苦苦挣扎，然后又被自己的门徒出卖抛弃，那种心痛可想而知。之后呢，他又被押来押去，见了亚纳，见了该亚法，又见了比拉多和希律，受尽了各种侮辱嘲笑，还被毒打了2次。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现在还要背这么沉的十字架，真的是一步一晃。最终他还是在重压之下倒了下去。看到耶稣走得摇摇晃晃，周围的那些人呢，非但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嘲笑和辱骂。当他再一次无力地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些行刑的兵丁才发现他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根本不可能再背着十字架往前走了。他们就急着想找个人来替他背，可是在场的犹太人呢，没有一个愿意的，因为他们怕沾染了不洁净的东西，耽误自己守逾越节。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一个从乡下来的陌生人路过，叫西门，是古利奈人。兵丁们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就强行把那个沾满了救主宝血的十字架放在了他的肩上。西门其实听说过耶稣的事儿，但当时还不是门徒。可谁能想到呢？就是这么一个被迫的举动，后来对他来说竟然成了一种天大的福分。他为这件事儿感恩了一辈子，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就心甘情愿地主动背起了基督的十字架。在这一路上，周围全是讥笑和咒骂的声音，但就在这片嘈杂中，有一群妇女，她们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公开地为耶稣哀哭，表达他们的悲伤。而这件事儿也是这整个悲惨路途中唯一一件引起耶稣注意的事情。耶稣自己正背负着全世界的罪，承受着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但是他看到这些妇女的忧伤，他没法无动于衷。他用充满怜悯的眼神看着他们，他知道他们的哭泣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间的同情，而不是出于对他神性的相信。但是耶稣并没有轻看他们的眼泪，反而转过头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他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眼前的苦难，看到了几十年后耶路撒冷将要面临的那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他知道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现在为他哀哭的很多人将会和他们的儿女一起死在围城和战火里。接着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一个关于青翠的树和枯干的树的比喻。这个比喻意味深长。他用有汁水的青翠树木来比喻自己那个完全无罪的救赎主，然后用枯干的树木来比喻那些不肯悔改、活在罪里的人。他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你想想这个问题，如果神对罪的公义审判竟然会落在他那无罪的爱子身上，那么对于那些固执的拒绝救恩，非要留在罪中，像枯干树木一样的生命，他们将来要面对的结局，那该是多么可怕呀！他们终于到了刑场，犯人们被粗暴地绑在了各自的刑具上，准备行刑。和他一起被钉的2个强盗
在行刑的兵丁手下拼命地挣扎咒骂，但是耶稣呢，他一点反抗都没有，就那么顺服地躺在了十字架上。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蒙爱的门徒约翰的搀扶下，也一路跟到了都洛地。当他亲眼看着兵丁把耶稣的手展开，拿起又粗又长的铁钉和沉重的锤子时，他的心都碎了。当钉子残忍地穿透他的皮肉时，这位悲疼的母亲再也看不下去了，被约翰扶着离开了这个可怕的现场。可耶稣呢，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声音，他的脸色还是那么安详镇静，只有额头上冒出的大颗汗珠才显露出他正在承受着极度的痛苦。他在为他的仇敌祷告。就在兵丁们执行他们那残酷任务的时候，耶稣开口祷告了。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祷告的意义真的太深远了。他的祷告不仅是为了那些正在折磨他的罗马兵丁，也不仅是为了那些在旁边冷笑的祭司和官长。这个祷告是跨越时空的，是为了全世界，为了从古至今的每一个罪人。因为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才把神的儿子钉在了十字架上，而这赦免的恩典也同样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十字架被高高的举了起来了，然后砰的一声，猛地插进地上早就挖好的洞里。这一下剧烈的震动又给神的儿子带来了一阵钻心的剧痛，然后一个牌子被安放在了耶稣的头上。原来是比拉多用当时通用的3种语言，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了一个罪状牌，钉在耶稣头顶的十字架上，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几个字儿可把那些祭司长给气坏了。要知道，就是他们在比拉多的法庭上声嘶力竭地喊钉他十字架，还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现在比拉多把他们自己说过的话写了出来，这不就等于向全世界说他们承认罗马的权势，而且谁要是敢自称以色列的王，他们就要把他定死罪。他们就去找比拉多，让他改掉。可比拉多早就看透了这些人的虚伪和狡诈，就冷冷地回答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耶稣就这么被挂在十字架上，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亲耳听见下边的兵丁们正在为他的衣服争来争去。这一幕不偏不倚，正好应验了几百年前的预言。诗篇第22篇18节里写道：“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粘袖。”他的外衣被他们撕开分掉了，但是他那件里衣是从上到下没有缝，是完整织成的一件。兵丁们舍不得撕开，于是就决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归谁。你看，这一切的发生完全不是他的朋友或者仇敌能控制的。这个时候，他的仇敌们就是那些祭司、官长和文士，还有那些被煽动的暴徒，全都围过来讥笑这位垂死的救主。他们摇着头，重复着当初撒旦在旷野试探他时用的话，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他们又喊：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们还用更恶毒的话来嘲讽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些讥笑他的人，在他们的愚昧无知里，根本不知道自己说出的话正在应验着先知的预言。他们压根就没想到，这些出于恶毒的话，竟然会成为传到后世的见证。这些话虽然是带着讥笑的口气说出来的，但反而促使后来的人用更大的热心去查考圣经，去证实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他的真实身份。你知道吗？就连那2个和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强盗，一开始也跟着大家一起讥诮他，但是其中一个人的心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生了一个奇妙的转变。这段在十字架上的对话真的是充满了戏剧性。一个强盗在极度的痛苦中变得更加恶毒，他跟着众人一起辱骂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是他的同伴却不一样，
他一直看着耶稣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听着他为仇敌祷告，又看到那些宗教领袖们是怎么讥讽耶稣的。就在那一刻，他心里忽然明白了，这个人就是基督。于是他马上责备自己的同伴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受这刑罚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罪有应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说完，他转向耶稣，用一种带着希望又夹杂着痛苦的声音发出了信心的呼求：“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立刻就得到了回答。那个回答的声音是那么的柔和悦耳，话语里充满了我们无法测度的慈爱、怜悯和能力。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想想，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当犹太的领袖们都弃绝他，连他自己的门徒都开始怀疑他的神性的时候，这个快要死的强盗却凭着信心称耶稣为主。除了他，在那一刻再也没有一个声音承认他的君王身份了。在最后的痛苦中，耶稣的目光落在了十字架的下面。他看见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所爱的门徒约翰站在一起。就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尽到了作为儿子的责任，为母亲未来的生活做了安排。随着全人类罪孽的重担，像一座巨山一样，全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天父那充满慈爱的圣眼向他隐藏了。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整片大地都黑了。这个不是日食或者什么自然现象，而是一种非常深沉的超自然的黑暗，就像一块裹尸布一样笼罩着十字架。这是神亲自给出的一个神奇的见证，目的就是要兼顾后世所有信徒的信心。在那一片深沉的黑暗中，天父的慈言被隐藏了，基督再也感受不到天父同在的安慰。紧接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悲痛呼喊刺破了死寂。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他正在独自品尝罪所带来的与神完全分离的苦悲，那种伤痛是我们任何凡人都无法完全理解的。这种心灵上的创伤，那种剧痛，甚至超过了他肉体上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当那阵心灵上的黑暗风暴从他沉郁的灵上消退之后，他才重新感受到肉体上的痛苦。他说：“我渴了。”有一个罗马兵动了恻隐之心，拿了一块海茸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递到他的嘴边。当他尝了那醋之后，忽然之间，笼罩着十字架的黑暗完全消散了。他用一种非常清楚、洪亮而且带着胜利口吻的声音大声喊着说：“成了。”接着他低下头又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就在他气断的那一瞬间，大地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山都崩了，石头都裂开了，好多坟墓也被震开了。但更重要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那块将至圣所和外界完全隔开的又厚又重的幔子，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从上到下撕成了2半。那个曾经象征着神荣耀临在、普通人绝对不能靠近的至圣所，就这么完全暴露在了所有人的眼前。最伟大的献祭已经完成了，圣殿的幔子被撕裂，这就意味着人与神之间因为罪而产生的隔绝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为所有的人都敞开了。从今以后，人们再也不需要通过地上的大祭司才能亲近神，因为我们真正的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已经用他自己的血一次性的永远地完成了赎罪的工作。那么这条为全人类开辟的通往神面前的道路，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